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特，欢迎来到按理说。本期我们来讲一起日本小学生杀人事件。2004年6月1日，日本长崎县佐世保市大久保小学发生了一起震惊日本社会的小学生杀人事件。小学6年级的少女石菜斋在学校午餐时间用美工刀割断了同班同学玉手洗怜美的颈动脉，导致怜美失血过多而死。该案是目前为止日本凶手年纪最小的一起谋杀案，而这起案件的后续发展也出人意料。案发时，凶手石菜斋11岁，和祖母、父母亲还有姐姐5个人一起住在距离大久保小学很远的一个小村落里。石菜斋的父亲是婿养子，类似上门女婿，曾在礼品中心工作。他的父亲为了赚更多钱，改行从事保险和物流等行业。但是石菜斋的父亲后来也生病了，身体也非常虚弱，母亲则一直在超市打零工赚钱。由于石菜斋的父母无暇照顾女儿，石菜斋从小和祖母一起长大。父母担心女儿因为家住的比较远，没有同学陪伴，特地给她购买一台台式电脑，让石菜斋打发时间，缓解她的孤独。2004年6月1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正值大久保小学的午餐时间，像往常一样，12岁的受害者玉手洗怜美下课后离开教室，准备去食堂吃午餐。2002年，因为怜美的父亲调职担任了日本每日新闻佐世保分局的局长，4年级的怜美便跟随父亲转学到了佐世保的大久保小学读书。怜美的母亲在2001年患了癌症去世，怜美有2个哥哥，大哥在德岛县读大学，二哥在读国中3年级。转学到大久保小学后，怜美加入了学校的动漫研究社和篮球社。在篮球社里，怜美认识了同样热爱打篮球的石菜斋，两人很快就成为了朋友，经常用电子邮件和短信跟对方聊天。案发当天，怜美刚踏进教室门，石菜斋便追上了她，一脸神秘地对怜美说自己有一个秘密东西要给怜美看。怜美答应了，石菜斋便邀请怜美同他一起去3楼的一间空教室里分享秘密。进了教室以后，石菜斋先将窗帘全部拉上，让怜美坐在座位上。这个分享秘密的过程充满了仪式感。怜美紧张地问石菜斋：“你要给我看什么东西呢？”但石菜斋始终一言不发。突然，石菜斋用一只手捂住了怜美的眼睛。在怜美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美工刀，狠狠地刺向了怜美的脖子。受伤的怜美立刻用左手抵挡住石菜斋的攻击，但因为怜美坐在椅子上，又是背对着手握凶器的石菜斋，他的反抗几乎无效。石菜斋发疯似的捅向怜美，甚至把他用来防御的左手割伤到都能见到骨头。持续了几分钟的捅刺，直到石菜斋看到怜美不再反抗，才松开已经死亡的怜美。在离开教室前，石菜斋还踢了几脚怜美的尸体，确认她已经死亡。满身是血的石菜斋才放心地离开。根据大久保小学的校规，学生们午餐完毕后要返回各自的班级教室进行午休。在清点人数时，值班老师发现怜美和石菜斋都不在教室，同班同学也都说午餐时间没有在食堂见过他们的踪影。于是老师开始挨间教室寻找二人，以为是小朋友贪玩跑到别的地方去了。找了一会儿，值班老师在教学楼的楼道里看到了满身是血迹斑斑的石菜斋。一开始值班老师以为是石菜斋受伤了，焦急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是哪里受伤了吗？但石菜斋站在原地十分冷静地回答道：“这不是我的血。”老师感到大事不妙，连忙继续问：“血迹是从哪里来的？”在石菜斋的指引下，老师来到3楼那间教室，看到了倒在血泊里的玉手洗怜美。石菜斋指着怜美的尸体，平静地对老师说：“玉手洗怜美已经死了，叫救护车吧。”值班老师立刻向学校领导汇报了此事，随后打电话给了长崎县警察局报案。很快，20多辆警车赶来封锁了学校。学校要求5年级以下的学生立刻停课回家，6年级的学生则待在原班级等待警方的调查。警察来到案发的教室后，看到怜美的头与脖子
几乎分离，她的颈部伤口长达10公分，甚至10公分。这对仅12岁的少女来说是致命的伤害。除此之外，连美的双手都有伤口，左手的伤口更加严重。警方将石菜斋带回了警署，询问了她身上血迹的来源。石菜斋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杀害连美的罪行，她是我用美工刀杀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小女孩这么残忍？根据石菜斋交代，她和连美都很爱画画，又一起参加了篮球社。当时学校里很流行朋友之间交换写日记的游戏，游戏规则是每个人日记本上写下当天发生有意义的事情，第二天再交给自己的好朋友，由他继续写，直到朋友们转过一圈后，日记本才轮回到自己的手中。于是他和连美也追逐潮流，在2004年3月份便开始交换日记。石菜斋很有个性，他创新了这个游戏的一个小细节。每当他写完日记要交给下一个人的时候，石菜斋都会在结尾写上一句 Next 叉叉叉。其他小朋友看到石菜斋这样写，觉得非常新奇，纷纷效仿。但是这个举动惹得石菜斋非常不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创意遭到了剽窃，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知道原创作者是他，他的那页日记也不再是独特的风景。于是石菜斋在交换日记的时候都会在结尾写道，禁止他人使用 Next， 不要随便抄袭。石菜斋的行为让率真的连美感到非常不满，他日记本上反驳石菜斋， Next 不是大家都能使用的表达吗？不是表情符号，是英语，所以好像不是抄袭。大家使用这个单词不是理所当然吗？石菜斋觉得连美的话打击到他的自尊心，不愿像以前那样和林美腻歪在一起玩游戏。连美好像也同样觉得石菜斋不可理喻，常常在背后和其他同学讨论石菜斋，还对其他同学抱怨，说自己再也不想和石菜斋玩交换日记了。交换日记风波之后，两个人虽然偶尔也会在一起玩，但关系远不如从前那样亲密。在4月的一个课间，石菜斋和连美在走廊里玩互相背着对方的游戏。轮到连美背石菜斋时，连美说了一句，石菜斋你好重。石菜斋听到后立刻从连美的背上跳了下来，生气地对连美大喊道，赶紧给我道歉。连美被石菜斋的叫喊吓了一跳，虽然当面没有跟石菜斋起冲突，但是心里仍然觉得非常委屈。放学回家后，连美越想越气，于是登上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社交网络 Coffee Star， 给石菜斋留言，称他说话语气像装腔作势。石菜斋看到留言之后气急败坏，他告诉警方 Coffee Star 是自己教连美玩的，他还帮忙注册了新的账号给连美。没想到连美竟然忘恩负义，用这个网站如此攻击他。石菜斋登上了连美的账号，删除了连美对自己的恶评。连美发现石菜斋删除了自己的留言，没有罢休，他修改了密码，继续给石菜斋留言，说石菜斋的新发型难看，还写道，我的账号被盗了，大家都知道是谁盗的吧。5月20日，案发前的10天，石菜斋在放学后去便利店购买了一把美工刀，随后一直将它放在教室里的课桌里。据石菜斋给同学说，在谋杀连美前，班里有个男生招惹了石菜斋，石菜斋从抽屉里掏出美工刀，恐吓那个男生，说再敢这样说就用美工刀捅他。5月28日，连美再次登上了 Coffee Star， 发表了一些攻击石菜斋的留言，还说石菜斋在学校巴结老师。石菜斋看到留言后，把连美删除好友。在案发前一天，2004年5月31日晚上9点，石菜斋看了电视剧《越药悬疑剧场侦探千钧一发》的第6集。这集的剧情是凶手用美工刀刺杀了被害人，剧情中还出现了血腥的画面。石菜斋坦白，本来自己还在思考要怎么样杀人，看了这集电视之后，决定第二天用美工刀刺杀连美。警方走访了认识石菜斋的家长，得知石菜斋本来是一个文静的女孩，但在5年级之后性情大变，言行举止变得十分粗鲁和暴力，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动态也非常的负面，基本上都是在辱骂同班同学，表达对同学们的不满。后来根据篮球社的同学说，在5年级结束时，石菜斋的父母以成绩下降为由，帮他退掉了学校的篮球社。但是同学听到石菜斋
班里的同学说，石菜斋的成绩似乎并没有下降，跟从前差不多。警方查看了石菜斋的个人账号，发现他在谋杀连美前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内容是班级里的同学相互残杀，最终只有一个暗黑的少女活了下来。在石菜斋的小说里，那些同学的名字都和现实中石菜斋的同学名字十分相像。警方发现石菜斋写的这篇小说模仿了高见广春的《大逃杀》。《大逃杀》的故事讲述了在独裁统治下的政府选取初中3年级的学生做生存实验，昔日的同学拿着随机分配的武器相互厮杀，最后只能有一个胜者活着离开。这部小说还被改编成了漫画，叫做《生存游戏》。而漫画爱好者石菜斋同样也看过这个漫画。警方调取了石菜斋的电脑浏览记录，发现他经常看一些充满血腥、暴力的网络连载小说。石菜斋的浏览记录还显示，他曾看过多个版本的《咒怨》。警方在掌握了确凿证据和石菜斋的口供之后，向长崎地方法院佐世保支局提交了石菜斋谋杀御手洗莲美的案件。根据日本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14岁以下的青少年不予以追究刑事责任。长崎法院将石菜斋下移至长崎家庭裁判所做精神鉴定。2004年9月15日，根据长崎家庭裁判所的精神鉴定报告，法院讨论后认为，石菜斋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属于自闭症的谱系障碍，主要体现在社交障碍上。患者会有兴趣狭隘的情况出现，但相较于其他自闭症谱系，阿斯伯格综合症患者仍相对保有语言及认知的发展。精神鉴定师给出的报告认为，石菜斋的智力发育迟于同龄人的2岁左右。石菜斋在日常社交中难以注意到对方的情绪，也不太表露自己的情绪，很少哭泣，推测是在他幼儿哭闹的时候缺乏家人的情绪安抚。他常常一个人玩玩具、看电视等，缺乏自我的表达与他人沟通的锻炼，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非常被动。石菜斋在认知和情绪方面的发展很不成熟，遇到负面的情绪时，他只会选择回避或者放大不快乐情绪。他无法管理自己的愤怒，常常选择用极端的方式攻击对方来疏解自己的情绪。最终，法院将石菜斋移送国立金川学院，进行为期2年的精神治疗和改造。但在入院之后，该学院的精神医师认为石菜斋并没有精神问题。2006年，法院延长了石菜斋的改造时间，认为他的改造并未完成，直到2008年春天，他才被允许回到社会。日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法院不能公开未成年的犯罪姓名、生活照等个人信息。案发时，石菜斋未满14岁，但仍然有媒体和网友根据蛛丝马迹找到了石菜斋的真实身份，并在互联网上曝光。一些网友还找到了石菜斋回归社会后的生活照，并将其发到了网上。奇怪的是，石菜斋的照片被曝光后，掀起了日本一大波网民的 cosplay。 这些 coser 认为石菜斋的样貌美丽，表情十分冷酷，非常符合许多动漫里的冷酷少女杀手。他们举办了模仿石菜斋的主题派对，身着石菜斋同款运动服，手拿带血的美工刀，并在脸上和手上也涂满假的血浆。还有人在网上以石菜斋的案卷为原型，创作了许多同人小说，将石菜斋和御手洗莲美刻画成相爱相杀的恋人形象。而石菜斋则被网上称为史上最可爱的杀人犯。也有一些网友看到了这样的 cos 狂潮，发表了一些反对的言论，认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受害者家人的心理，还会鼓励青少年犯罪。2010年，在石菜斋回归社会后的2年，他的父母曾接受过一次媒体采访，称石菜斋已经改造好了，跟家人关系变得比以前亲近了很多。然而御手洗莲美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石菜斋的道歉。他们曾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名为《如果道歉，随时欢迎你来》的文章。文章里提到，他们期待有一天石菜斋悔过自新，来找他们道歉，但石菜斋从来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提过想要跟他们见面。石菜斋谋杀莲美的案件以及案发后带来的社会影响，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重视。日本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呼吁全日家长反省对孩子的教育，并重新讨论青少年犯罪及刑责的问题。日本社会评论家
也呼吁日本政府应该修改未成年犯罪的入狱年龄，制定影视作品年龄的分级，希望能够避免这类悲剧的重演。出于对此案的重视，2007年日本将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下调至了12周岁，同时规定如果有必要，11岁的未成年人也可以被移送少年法庭进行审理。好了，本期的佐世保杀人案件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支持，请帮忙按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